岸田政府巧立名目，突破和平宪法已是必然。日本政府胆子是真大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忠诚 Talk。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日本找到了扩军机会，拜登为何举双手支持呢？突破和平宪法引发日本国内地震，民众表示日本不能倒退回70年。日本政府胆子是真大呀！本月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自己的亚太行，看得出拜登对此次的亚太之行的成果非常满意。拜登此次亚洲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巩固亚洲地区的盟友关系，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被美国视作维护其亚太秩序的伙伴，而日本的作用非常大，毕竟韩国一心盯着自己的北方邻居，澳大利亚呢又有点鞭长莫及，印度嘛，懂的大家都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谈中向拜登承诺，日本会相当程度的增加防卫费，从根本上增加日本的军力，而拜登对此也表示非常支持。拜登为何举双手支持日本扩军呢？显然拜登的注意力早已经不在乌克兰了，亚太才是美国未来的重中之重。那么岸田文雄嘴里说的相当程度的增加到底是多少呢？其实从2013年开始日本的防卫费已经连续增长10年了，到2022财年更是突破了 5.4 万亿日元，这大致相当于日本的 GDP 的 1%， 而岸田文雄的目标是把这个数字增加到 2%， 也就是扩充1倍，翻倍的增加日本防务预算。日本的右翼势力自然是非常高兴，拜登也是非常的满意，毕竟日本扩充军力后可以大大减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压力。俄乌冲突确实是日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已经有 26%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大幅增加防卫费， 50% 的人认为应该适度增加，认为不需要增加的已经下滑至 17% 了。我们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曾经给自己定下了防卫费不超过 GDP 1% 的方针，现在自民党政府胆子是真大呀，不仅要突破 1%， 而且要直接扩充至 2%。 这个数字呢其实也跟欧洲有关，北约一直要求各国将军费提升至 GDP 的 2%， 但很多国家都在推脱，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后，各国才纷纷宣布将军费增加至 2%。 所以岸田政府趁机将防务预算增加至 2%， 也是等待已久总而言之俄乌冲突真的是给日本一个大礼包当然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日本增加防务预算会那么顺利，这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日本国内的地震，各家团体都站出来反对岸田政府的这项计划。根据南日本新闻报道，日本多家医疗团体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岸田政府增加防御预算和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他们表示日本在二战中已经失去了许多生命，日本绝不能倒退回70年前。按照宪法第9条的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现在看来，日本打算借用美国的掩护，加入美国主导的正义战争，把自己伪装成维持正义的国家，从而实现自己的战争目标。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下期再见。